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76周年的微电影中，首次赫然出现了攻击11与歼 20S 隐形战斗机和歼 16D 电子攻击机编队飞行，参与复杂环境下作战的画面。这宣示着中国空军在全球第一个部署了隐形攻击无人机，有望从根本上颠覆未来海空作战模式。歼 20与歼 16D 这两款顶尖有人战机在此扮演的正是空中无人机控制机的关键角色。这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始于2013年利剑原型机的首飞，历经2019年国庆阅兵的独占鳌头，再到2025年93阅兵中领衔无人机方阵攻击11及其舰载型攻击21，以最终融入中国海空军的作战体系。而美国 X-47B 舷狗作为飞翼隐身无人作战飞机的绝对开创者，完成划时代的航母起降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技术验证后，最终黯然下马，转型为 MQ-25 加油机。两者迥异的命运轨迹，不仅仅是技术竞争的成败，更是国家战略需求、技术发展路径和装备体系建设能力的集中体现。X-47B 的前身可追溯至 DARPA 的 JUCAS 项目，旨在验证无人空战系统技术。2007年，诺斯罗普格鲁曼在 UCASD 项目中胜出，专注于航母舰载式硬性验证。X-47B 于2011年2月4日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完成首飞后，遂进入密集测试期，并很快迎来其高光时刻。2013年5月14日 ，X-47B 于布什号航母成功进行起飞测试，并于1小时后降落于马里兰州帕图森河海军航空站。同年7月10日 ，X-47B 从马里兰州帕图森河海军航空站起飞，在布什号航母上降落，完成了着舰测试。原本航母自主起降测试后便退役封存，但测试的成功重新激起了美国海军对该项目的兴趣。2013年夏末，为了支持美国海军未来无人驾驶航母弹射起飞空中监视与打击项目， X-47B 被授予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展测试验证。于是，在2013年11月和2014年8月 ，X-47B 被部署到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再次进行飞行测试。此阶段，其着舰尾钩在着舰后可自动抬起收回，并自动折叠机翼以腾出甲板空间。2014年秋 ，X-47B 可完成昼夜起降，并验证了航母无人机控制站通信设备和着舰信号观平台等设备。2015年3月开始 ，X-47B 开始验证自主空中软管加油技术。X-47B 2号机配备了空中加油探测器和2台并排安装的红外摄像系统，通过差分 GPS 系统，让无人机与加油机汇合到6米的距离后，无人机上的红外图像与差分 GPS 数据融合在一起，完成加油软管锥套对接。2015年4月16日 ，X-47B 与 KC-707 空中加油机成功完成空中加油测试。然而，就在技术验证取得成功的同时，关于其作战定位的争论在美国海军和国会内部激化。其角色从联合无人侦察作战系统到先进无人空战系统，再改成超级无人攻击系统，导致项目需求模糊，技术指标不断加码，超出了技术风险与成本的可控范围。X-47B 的时速只有 0.65 马赫左右，载荷能力不到2吨。而美军一直没有为 X-47B 量身定制出小型化的配套武器，导致其打击效能低下。其机长达到 11.63 米，高度接近 3.1 米，直逼美海军现役的 FA-18EF 舰载机。在拥挤的航母甲板上，其相对打击效能显得更加鸡肋。另外， X-47B 并没有完全摆脱人的干预，其智能化仅体现在自动执行与编程任务上。在实战中，面对超强对抗环境， X-47B 根本无法自主完成对地攻击任务，
更不可能有制空能力，远非真正的空中自主作战平台。加之在 X-47B 的发展过程中，美军启动下一代战略轰炸机 B-21项目，其任务设定与 X-47B 的任务完全重合，但作战半径、攻击能力、生存能力远超兗狗。最后，美国海军摒弃了空海一体战，转而提出分布式杀伤战略，以反制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优势。所以必须延伸 FA-18E、F-35等舰载机的作战半径，而 S-3 北欧海盗舰载加油机退役后 ，FA-18E/F 不得不挂载副油箱和加油吊舱转行执行伙伴加油任务。发展隐形无人加油机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美军这一战略调整，直接导致 X-47B 从凤凰变土鸡。诺斯罗普格鲁曼为后来的波音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做了嫁衣。中国却在非裔隐身战斗无人机这条路上持续深入。攻击11无人机虽然问世时间比 X-45A、X-47B 要晚一些，但是保持了持续的发展。在未来舰载行动、集群协同以及与载人战斗机的协同作战等方面已经达到高水平的实用阶段，远远超过了美国人能达到的境界。美国已经丧失了这种史诗级别的机会，将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能力拱手让给了中国。2013年，沈飞设计的利剑原型机首飞，使中国成为继美欧之后第3个试飞大型隐身无人机的国家。早期利剑采用俄制 RD-93发动机，隐身处理较为粗糙，但其飞翼布局和内置弹舱等核心设计方向得以确立。经过数年深度改进，2019年阅兵式上公开的攻击11模型展示了完全体形态，其隐身细节，比如背负式 DSI 进气道全向隐身修行臻于完善，并换装国产非加力型涡扇19发动机。随后，在新疆马兰、西藏日喀则等实战化环境的测试与部署，以及官方宣传片中与歼20和歼16D 的编队飞行，清晰表明其已进入作战序列。而舰载版攻击21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海军航母航空兵的跨越式发展。其折叠机翼强化起落架和着舰拦阻钩等特征，直接对标 X-47B 验证的舰载能力，并有望更快地实现实战化部署。显然，攻击11始终围绕穿透性制空打击这一核心任务，服务于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需求清晰且稳定，遵循原型机改进型舰载型的渐进式发展路径，每一步都建立在成熟技术基础上，有效控制了项目风险。从设计之初就强调与歼20、歼16D 等有人平台的协同，将其定位为体系节点而非自主无人武器，加速了战斗力的生成。而从攻击11和 X-47B 技术和战术层面进行深度分析，我们将进一步深刻理解两者定位的差异和迥异的命运。气动布局方面，两者均采用的飞翼，使得整个机体都是一个升力面，同时去除了平尾、垂尾等部件，可降低飞机的结构重量 5% 以上，减阻 10% 左右，整体浸润面积比常规布局飞机减少 33%， 有助于提高升阻比，其最大升阻比可达到25-30%。毫无疑问，这也是实现全向隐身的决定性一步。飞翼前缘半径对飞机的隐身低速大迎角性能有很大影响。较大的前缘半径可以确保在较大的迎角范围内保持气流附着，避免气流分离，增大失速迎角。但是前向 RCS 和侧向 RCS 都会比较大，减小前缘半径则会将镜面反射削减为较弱的尖顶散射和边缘绕射。为了在隐身和气动方面取得折中，这两型无人机的飞翼内翼前缘采用鹰嘴型极小的前缘半径，外翼则采用较大的前缘半径。另外，飞翼的翼尖也需要精心设计，在兼顾飞翼隐身性能的基础上有效实现减阻，还需要考虑处于全机重心后的翼尖作为平尾对飞翼纵向镜稳定性的影响。
精心设计的翼尖可以使飞翼阻力减少约8%，最大升阻比提高约12%，纵向镜稳定裕度增加约10%。在着渐进镜迎角下，可以获得近似线性俯仰力矩特性和中立的横航向稳定性，这显然对于稳定着舰十分有利。不过，飞翼布局并非单一形态，其细微的几何差异决定了完全不同的飞行品质与任务倾向。攻击11采用了单后掠兰姆达飞翼，从机头到翼尖采用连续大后掠角，将主要雷达回波能量集中到极少的方向，并通过所有边缘平行的设计，极大地压缩了高 RCS 角域，整机线条更加精简。在气动上，单后掠飞翼的那一段的弦长较短，要考虑安装发动机弹舱，相对厚度较大，上表面容易出现较强的激波，亚音速升阻比略逊于 X-47B， 但大后掠角更有利于在跨音速和超音速飞行时延缓激波的产生，波阻相对较小，更有利于高亚音速乃至跨音速突防。而 X-47B 采用内段大后掠、外段小后掠的典型双后掠飞翼设计，较小后掠角外一段在保证全机巡航状态配平的前提下，可以尽量减少激波强度和推迟流动的分离，提高升阻比，可以满足航程和续航时间的要求。但是前向 RCS 的波峰分布会更多，至少是单后掠飞翼的2倍，降低了一些隐身性能。这2架无人机均采用了隐形效果极佳的背负式 DSI 进气道，其巧妙地将进气道唇口前移，并用一个鼓包取代了传统的隔道，有效控制了激波，提高了喘振裕度。背负式 DSI 进气道比两侧 DSI 进气道的设计难度更大。考虑背负式进气道在较大迎角时不能很好利用高能来流的冲压，所以必须与飞翼进行一体化综合设计，主动利用飞翼的复杂涡系，从而来塑造和输送高质量气流至唇口。通过机身上表面的3维造型，精确引导这些高能涡核的运动轨迹，使其恰好扫过背负式进气道的唇口区域，从而进一步扫除背部进气口的低能量气流，可以提高大迎角时总压恢复和降低畸变。加之整个机体采用连续变化的曲面，光滑流畅，没有传统的座舱盖、航炮、外挂架等凸起物。其尾喷口深度嵌入机身，取消传统的可动收敛片，形成一个与机身浑然一体的遮蔽式或凹陷式设计，显著降低红外特征和雷达散射截面，牺牲了加力燃烧式和部分推力，以换取卓越的低可探测性。攻击11在采用吸波复合材料的蒙皮、多层宽频段的雷达吸波涂层等隐形措施，我们可以合理的定性推测，攻击11的前向 RCS 峰值应小于 0.001 平方米负30 dBsm 级别，在某些特定角度可能更低至 0.0001 平方米负40 dBsm 级别。其侧向和后向 RCS 相比传统隐身战机更有数量级的优势，即使面对 UHF、VHF 等低频预警雷达时，依然能通过外形和材料进行一定程度的对抗。其隐身性能并非仅限于对抗火控雷达的 X 后波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攻击11是目前全球投入现役的隐身性能最好的航空器之一。不仅体现了中国在低可探测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更彰显了其将隐身作为无人机核心生存力，并服务于穿透性作战概念的坚定决心。动力系统方面， X-47B 采用一台普惠 F100PW-220U 发动机，其为 F-15使用的 F100PW-100 的改型，取消了加力燃烧式，并采用隐身喷管，但其源于上世纪70年代设计，其基础架构并未为无人机优化，且该型号为在美国海军大规模列装带来了独立的后勤保障压力。其尾喷口里特别设计有一片竖立的分割，能起一点垂尾的安定面作用。攻击11的原型机力件依赖带加力的俄制 RD-93， 尾喷口隐身处理困难且受制于人，
攻击11换装国产非加力型涡扇13，实现动力自主。既有版本应该换装专为无人机中型战机设计歼35同款的涡扇19，其核心机针对高原低压缺氧环境优化，无需加力即可满足攻击11在高原基地和航母上的起飞需求，代表了中国在中等推力发动机领域的重大突破。航程与载荷上 ，X-47B 的公开数据，最大航程约3900公里，作战半径1500公里，有效载荷约2吨。攻击11推测最大航程约4000公里，作战半径超1500公里，有效载荷约2吨，两者基本相当。但 X-47B 从未搭载过弹药，攻击11却可以选择一系列无人机用小型弹药，以实现对多个目标的分布式打击。比如 FT-7型精确制导炸弹是一种重量为130公斤级、大长径比清澈战斗部，采用 INSA 北斗 GPS 制导，菱形被滑翔翼的增程小直径精确制导武器，射程可达90公里，其用于精确打击敌方重要的地下目标、指挥中心、通信站等加固的军事工事。AR-3反辐射巡飞弹重100公斤，配备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最大射程可超过200公里，其能够自动探测雷达目标信号，俯冲机动，特别适合攻击严密防御的敌方火控雷达和警戒雷达。AR-4空地导弹全重80公斤，弹头约20公斤，射程可达20公里，用于打击重型装甲目标和工事，可以在7000米的高空中发射，这个高度超过了大部分近程防空系统的拦截高度，威力远超美国的 AGM-114地狱火空地导弹。态势感知方面， X-47B 试图成为高度自主的无人机，搭载了多种先进传感器，包括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成孔径雷达、逆合成孔径雷达以实现地面和海上移动目标指示，还有装备有用于电子侦察和对抗的电子支援模块。攻击11的态势感知能力显然更为聚焦，推测主要包括类似歼20 EOTS 的光电瞄准系统、天重下式的合成孔径地面海上移动目标指示雷达。作为与5代机同等的高端传感器，光电瞄准系统集成了高清白光摄像机、高分辨率红外热成像仪和激光指示测距器，具备对地精确瞄准和对空红外搜索与跟踪的双重能力。其不仅是攻击11的眼睛，更是其融入未来智能化空战体系的视觉神经。在全程无线电静默的隐身穿透任务中，其是攻击11获取前方景象、进行导航和目标识别的核心传感器。攻击11在接收到粗略目标指示后，能够自主完成对目标的最后精确认证、识别、锁定和激光照射，引导自身携带的精确制导弹药实施攻击。不过，光电瞄准系统的市场有限，对大面积区域进行搜索效率低下，而且性能在恶劣气象下会急剧下降。而合成孔径雷达可以穿透云雾，实现全天候、全天时的高分辨率侦察和目标指示，可在远距离上快速扫描大片区域，识别、分类和跟踪地面、海上移动目标和固定设施。此外，为了实现低空突防，规避敌方雷达探测，攻击11需要具备在复杂地形上空进行超低空飞行的能力，这依赖于一套高精度、高刷新率的地形跟随雷达。攻击11不适合采用大型集中式天线阵，推测采用了与飞翼融合的共形和分布式天线，并进一步集成低可探测、低可截获定向数据链相控阵天线。攻击11 21与 X-47B 的根本区别，不仅在于其技术形态，更在于其战术定位与体系融合程度。X-47B 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一个独立的任务平台进行验证，而攻击11 21从设计之初，其灵魂就被刻入了体系共生的基因。
在有人无人编队、忠诚僚机的战术方面，攻击11固然因为速度、机动等因素无法充当歼20、歼16D 的完全版僚机，但足以构建分布式杀伤网。攻击11利用其更为优秀的隐身优势，前出至歼20不敢轻易涉足的高风险空域。其机载光电系统和共形雷达，构成了编队的前置视觉神经。它能够对敌防空密集区重要目标进行静默侦察，并将高清红外图像雷达合成孔径地图实时回传，使歼20飞行员能在自身传感器探测范围之外就看穿战场迷雾。针对歼20对地打击能力孱弱的问题，多架攻击11可以携带大量对地精确打击弹药前出，对敌前沿空军基地进行压制，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或撒布器攻击跑道、机库、油库和弹药库，将敌空中力量摧毁于地面。与歼16D 电子战飞机配合，使用反辐射导弹或精确制导炸弹，可对关键防空雷达、防空导弹阵地进行硬摧毁，极大地延伸了反辐射作战的火力壁垒，为后续的非隐身打击机群开辟安全的空中走廊。在高威胁环境下，攻击11可以被部署在编队侧翼或后方，利用其雷达和光电系统监视特定空域，充当对导弹逼近和敌机偷袭的早期预警哨兵。即使被击落，其损失也远小于损失一架有人战机和1名宝贵飞行员。而攻击21的上舰，不仅仅是为航母和2栖攻击舰增加了一种新飞机，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航母编队和2栖作战的模式。攻击21相信已经掌握 X-47B 验证的自主着舰技术，这依赖于舰载差分北斗来提供厘米级精度的相对位置惯性导航系统和甲板运动预测与补偿算法。其能实时计算母舰的纵摇、横摇和升沉，并指令无人机在着舰前最后一刻微调下滑道，确保在甲板运动的波谷时机精准勾住阻拦索。着舰后，攻击21需在无人工直接干预下，自动抬起尾钩折叠机，并按照甲板调度系统的指令，自主滑行至指定停机位或升降机，以实现高效高节奏甲板运作。航母编队作战方面，歼35与攻击21组成编队，攻击21作为前身的传感器和武器站，使得航母打击群的有效作战半径向外延伸了数百甚至上千公里，能够在敌防区外发起致命的隐身攻击。空警600作为航母编队空中指挥中枢，融合天基、超视距雷达、空机等多维探测信息，指挥多架攻击21不知疲倦的前置巡逻。不仅能够构建一个持续隐身的监视屏障，为我方各种反舰弹道导弹提供最后1分钟的目标更新，还能对来袭的敌机和反舰巡航导弹进行首轮多次拦截。以攻击21为平台衍生的舰载无人加油机，将彻底解放目前由歼15执行的伙伴加油任务。它能为歼35、歼15等所有舰载机提供更远更久的空中加油支持，极大拓展了舰载机的巡逻时间和打击半径，这是维持远海制空权的关键。而攻击21入驻076两栖攻击舰，将一艘主要承担投送任务的2栖战舰升为成了一个具备强大纵深打击能力和战场监控能力的轻型航母远征打击集群。登陆开始前，攻击21作为关键态势感知节点，能持续潜伏在预设登陆场和敌纵深目标上空，利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对敌滩头防御工事、指挥中心、通信节点、导弹阵地、后勤枢纽等进行最后时刻的精确标定和监视，并将实时数据通过高速数据链传回076的指挥中心或后方的战役指挥部。在登陆发起那一刻，攻击21立即化身为匕首，对敌预警雷达和防空系统发起打击。登陆突击阶段，传统的2栖攻击舰依赖武装直升机提供伴随火力支援，而在登陆部队上空和前方掩护的攻击21，可对敌火力点
装甲车辆等10米目标进行精准提前清除，其反应速度和持久性远超直升机，并可及时切断敌方调集的增援部队。开辟垂直登陆场时，攻击21可以提供一道隐身的防空屏障，为脆弱的直升机群提供前所未有的保护。接下来，中国并不满足于发展攻击11-21这样的战术隐形无人机，近期在马兰测试基地，一盏达42米的巨型隐形无人机攻击 X 曝光，推测可能具备1万公里以上的航程和超过15吨的载弹量，足以承担覆盖第2岛链乃至更远的战略级穿透打击任务，亦可在敌方防区外长时间巡航，形成一种持续存在的威慑。其标志着中国已将无人机从战术辅助角色提升至战略核心装备，直接挑战了美国在隐身战略轰炸机领域的垄断地位。再回首，X-47B 是一座值得敬仰的丰碑，其成功地证明了舰载大型无人机从起飞、降落到加油的全面可行性。其失败并非技术失败，而是战略与需求的失败。在缺乏清晰、稳定的作战概念牵引下，过于超前的技术反而因高成本和高风险而难以落地，最终在现实的政治与预算权衡中被搁置。而攻击11-21是在一个清晰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国家战略需求牵引下，采用务实的技术路径，稳步推进的。其最高明之处在于，从未将自己视为替代有人机的独行侠，而是从一开始就深度融入以歼20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未来作战体系，作为力量被增气而存在。这种体系优先的思想，是其能够快速形成战斗力的根本原因。未来战争的制高点不再仅仅由飞行器的极限性能参数所定义，而是由体系智能与协同效能所决定。美国失去了 X-47B， 是放弃了一个平台，但若因此低估了其背后所代表的作战体系变革，则可能失去一个时代。而中国通过攻击11-21等一系列装备，清晰地宣告了其正迈向一个以智能化、无人化为核心的无人之境。